大家好啊，歡迎收睇今集 Uncle B 啊。咁咧，今集咧就同大家討論個比較嚴肅少少嘅話題。咁啊，話說咧，近期咧有身邊好多朋友咧喺香港嘅都諗住可能會過嚟啊，或者過英國咁樣啦，即係都繼續大家都想可能移民咁樣。咁啊，即係有好多即係充滿呢個期待嘅又有啦，咁啊充滿擔心嘅又有啦，咁。再加上本身移咗民嚟呢邊嘅朋友，見到覺得好唔開心嘅又有啦，叫做過得比較smooth 嘅順利嘅朋友又有啦。咁所以咧就諗住整一集，咁就講緊俾大家聽。移民之前咧最緊要有啲咩心理準備啊？因為好多時候咧，唔同嘅人都會問好多問題，講緊錢要準備幾多啊？搬屋搬過嚟。要有咩要諗啊，要準備啊，買車啊，要點樣嚟啊？嗰啲我覺得可以再講嘅，但係比嗰啲咧有個更加重要嘅就係個心理準備，我覺得，因為其實即係面對乜嘢困難或者面對啲咩情況都好咧，個心態上 ready 咧，咁你乜都搞得掂嘅，其實都咁。但係如果個心態搞唔掂咧，未準備好咧，咁遇到啲少少唔同嘅嘢咧，就已經會令到個人好苦痛啊！咁我簡單啲咁一系列咁樣講，有啲乜嘢部分我覺得係好緊要啦。咁首先第一最緊要嘅就係移民離開咗原本住嘅熟悉嘅環境啦，離開咗你嘅朋友啦，離開咗你嘅屋企人啦，可能親朋戚友啦咁，即係自己一個咧嚟到一個文化大不同嘅地方，咁。好自然咧，尤其是夜闌人靜嘅時候咧，加上呢邊係 work-life balance 啦，多好多時間俾你去諗以前嘅嘢啊，諗香港嘅嘢啊，諗失散咗嘅朋友啊，咁樣流落異鄉啊，咁會有容易諗呢啲咁嘅嘢嘅。咁變相咧，你有一個心理準備就係首先係同身邊嘅朋友可能要聯繫嘅話，就只能夠透過 message 啊，或者係用 FaceTime 啊咁去聯絡，咁同埋你嚟到呢一度，你又會要有心理準備，係慢慢適應同埋去建立喺加拿大呢邊嘅一啲新嘅圈子。咁唐人揾翻唐人，或者香港人揾翻香港人玩，咁當然係比較容易啦。但係你始終係適應緊一個新嘅圈子啊嘛。咁再加上就係呢度係文化多元噶嘛，有印度人，有白人，有菲律賓，有日本、韓國、德國、意大利、法國咁，總之乜嘢嘅人種都有啊。咁個文化多元係非常非常之緊要嘅。咁嚟到呢度亦都完全同香港嗰個無論交朋友嘅文化啦，或者去玩去邊傾嘅 topic 嘅文化啦，都會變得大不同。咁所以要有一個好好嘅心理準備咧，就係啱啱嚟到嘅時候咧，可能真係好難或者比較難識朋友。咁我諗比難識朋友呢個大部分人會出現嘅情況嚟嘅，即係好容易識到朋友咧。我諗係一啲好叻嘅特例嚟嘅。首先要有呢個心理準備啦。咁其次就係都要知道，即係識唔到朋友或者識得小朋友，完全唔係自己問題，係需要啲時間去適應嘅。即係我用自己以前經驗為例啦，即係移民之外咧，以前我中學咧讀男校嘅，咁男校入大學咁啊變咗男女校啦。咁嗰個文化適應咧，嗰當然係好大嘅不同啦，因為無論講嘅話題啊、社交禮儀啊、如何溝通啊，都變得好唔同。咁我覺得嚟到加拿大咧，呢次咧係有第二次呢一種男校變男女校嘅感受，而今次係 Asian 嚟到一個所謂 multi-culture， 而係呢個英語為主嘅世界。咁即係我自問英文都唔係叫差嘅，我覺得。咁但係文化不同就文化不同，係你係需要時間去適應、去學習、去理解，跟住去融入啊。我自己自認係未係完全融入到嘅。咁即係同事工作冇問題，但係交朋友咧係未係真係好交到朋友好話。
咁啊，呢個第一點啦，就係離開熟悉嘅環境，離開熟悉嘅人，跟住要去一個新嘅環境，交一個交新嘅朋友。呢一個係心情上其中一個大難關嚟嘅。咁啊，我覺得咁啊，頭先講話適應新朋友啦，咁啊第二點咧就係同個文化唔同都有關嘅，就係適應呢度嘅玩樂嘅方式。同埋適應呢度嘅生活，咁啊呢度工作文化慢啦，咁啊另外就係遊樂設施啊落後啦，多數都係啲同香港比就係科技比較落後嘅，一定係，咁啊無論同香港、日本、紐約、加州總之世界一線城市比啦，都係比較落後嘅，咁要有呢個心理準備，你必須要調節你喺香港玩樂嘅模式嚟到呢度必須要調節，咁即係譬如講，你喺香港好中意夜生活嘅，好中意飲酒嘅，同 friend 去蒲嘅，或者可能中意去行商場嘅，中意行啲市集嘅咁樣嚟呢度咧，你可以有一個心理準備啦，所有呢啲嘢都冇噶啦，就算有咧都係水平好低嘅東西嚟，咁。你就要有心理準備，就係你將會需要調節你嘅玩樂同生活模式，咁啊嚟到呢度就會好似係比較悶啦。咁我自己有啲親戚咧喺早可能96年左右咧已經移民咗過嚟㗎啦。咁佢哋都同我講，佢哋需要用可能2-3年嘅時間咧去適應，因為當時佢哋都係真係好中意周圍玩、周圍食嘢、周圍行商場、周圍買嘢嗰啲人嚟嘅。咁啊，就更加咧嚟到呢度咧，更加唔習慣。咁啊，我自己又冇乜物慾，冇乜特別中意行商場，咁所以還可以。但係如果你係特別中意行商場嘅咧，咁就要有心理準備，同埋好好咁準備下究竟有啲咩可以玩，即係。我有啲朋友會係所謂開始一啲新嘅興趣啦，或者一啲學一啲新嘅玩意啦，即係譬如講話做 clay 啦，即係陶泥啦。有啲朋友係會開始中意整車啦，即係自己架車自己整啦。跟住有啲朋友係開始學可能學法文啦，即係安排一啲唔係行街買嘢、睇戲食飯嘅活動俾自己。咁啊，就會時間易過啲，又冇咁辛苦啊！即係唔係嘅話，又可能冇咁多嘢做，又覺得出街冇嘢玩啊，好唔開心。跟住又諗翻起香港啲朋友冇咗，跟住呢邊又識唔到朋友，跟住咧就會令到個人好唔開心。咁呢啲已經即係呢啲係我覺得係最核心，即係已經係撇除錢嘅問題啦。咁錢嘅問題咧，一陣間仲會再講嘅。咁啊，當然就係頭先講緊文化啦，就係要慣佢哋做嘢慢啦。咁好容易，因為即係我自己都係心急嘅人啦，香港大咁見到呢度人做嘢慢咧，開頭係真係頂唔順嘅。咁啊，但係都係啦，慢慢調節咗之後咧，就都習慣咗。咁同埋就係有好處咧，就係自己做嘢咧都可以唔使咁快。咁呢個都係好處嚟嘅，其實。咁啊，咁另外咧仲有一個非文化相關嘅需要準備嘅咧，就係話。有可以直情係有物理準備嘅，咁嗰個咧係咧就係呢個天氣啊。咁我自己本身好怕凍嘅，咁呢度天氣冬天落雪係好平常嘅。咁我自己嚟之前咧就買咗件 Canada Goose，咁就確保就溫暖啲啲。對我嚟講咧都係唔夠嘅，冬天出去咧都係想死。咁啊，所以有心理準備好凍啦。如果你特別怕凍，你就最好準備定啲御寒衣物啦，或者如果我再醒啲嘅話，如果我依家做嘅咧，我就會先係一落地去北面嗰個 Yellowknife 嗰度，或者 Alberta 嗰邊就買件個稅平啲嘅 Canada Goose，咁啊再翻嚟溫哥華呢邊，或者之前我係喺大阪買嘅，買完之後退稅都係平過喺溫哥買嘅，因為溫哥華買嘅一定咁天氣凍啦，雨都經常會落嘅，而落雨咧好興係依家9月呢啲咁嘅時間，即係天氣開始變凍變得
日落時間比較早，咁啊佢又開始落雨，跟住就更加凍。咁啊夏天又好啲，夏天就陽光普照，就都少雨嘅，咁啊托賴。跟住另外咧，天氣上咧就係日照時間咧，其實對個人個影響都好大嘅。咁呢樣嘢係冇辦法避免嘅，呢個都同人體結構構造有關。即係大家都有聽過，可能北歐嘅人容易抑鬱啊，自殺率都高啲。咁其實呢邊咧個北緯度比較高啊，始終未去，即係如果呢度再北啲嗰啲省再嚴峻啲啦。咁啊日照時間喺秋天同冬天咧會越嚟越短嘅。咁天氣又凍啦，跟住個日照時間又短，你出去活動嘅機會又少，又冇得行商場喎，即係最慘。即係如果凍有得行商場都叫有得行下，咁就變相就逼你屈咗喺屋企啊。咁啊，又即係中意周街行、周圍去嘅人咧，就會好唔習慣啊。跟住就好容易即係變得容易唔開心啊，容易即係話甚至係可能少少抑鬱症狀添啊，即係。可能冇連續4個禮拜，所以不成呢個精神病啦。但係呢個個零兩個禮拜唔開心咧，都係經常出現。所以又係要有心理準備之外咧，就係要可能真係穩定啲，有啲咩你中意匿喺屋企做都會令你開心嘅嘢。咁都係嗰樣嘢啦。我又冇呢個問題，因為我自己本身中意打機啦，中意睇書啦，中意整車啦。佢哋中意睇戲啊，咁其實即係中意打坐啦，係咪？跟住 pick up 咗一個新興趣，咁就全部都係室內嘅嘢嚟嘅，咁所以喺室內我就已經好開心。咁但係如果本身唔係中意留喺室內做呢一類型活動或者室內活動嘅咧，咁就要可能你出發移民之前就諗定有啲咩想做，可以喺屋入邊做。跟住我識有啲朋友開始 pick up 咗一啲興趣係畫畫啦，跟住有啲係有個好搞笑嘅喺屋企玩 mini golf 啦，即係由個廳打個 golf 入翻間房咁樣啦。咁我聽到都覺得幾過癮嘅。咁但係即係練 putting啦，冇得練，即係一大盞飛出去好遠咁嗰啲桿啦。咁係啦，所以就呢兩樣都好重要嘅。咁啊天氣啦，適應嗰個日照時間啦。準備一啲你喺室內都可以玩得開心嘅活動俾自己。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講住咁多先。咁我哋下集咧就再講多幾點。咁啊，最主要都係做好呢個心理建設啊，有呢個強大嘅心臟咧就逢關過關。咁我哋今集係咁多先，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詳細分析。記得 comment、like、subscribe 同 share，我哋下次再見，拜拜。